Hello， 我是那个大叔，很高兴又来到我的游戏频道。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看到这个可怕的僵尸龙，没有错，我们今天使用的是吸血鬼。我们使用的是吸血鬼领主莱米亚。那带的法术呢是老样子，其实我常带就是大概就是那一些，像是补血啊，或是召唤，然后强化单体。我常用的大概就是这几类的东西啊。召唤东西这种法术，原则上我有看到的话是必带，这个东西真的太好用，哪怕只是突然召唤出来，然后召唤在敌方的像是弓箭手旁边、炮兵旁边，都有非常强大的哑火能力，或者是召唤在对方的屁股后面做一个偷袭也是可以。好，这边已经队伍在移动了，我们快点介绍吧。那放在外面呢是这个木屑食尸鬼，它的攻击力不低哦，武器威力高达40，这个要小心。不过它的护甲强度30，还好，算是有穿皮毛的感觉，但是不算有什么防御能力。不过它的士气倒不错。那主要就是拥有中毒，那基本上中毒的话，武器威力会下降，所以跟他打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辛苦。好，这边就是血宝骑士，我们画面暂停，因为这边会开始动起来过后会开始交战。这边是血宝骑士，那是拥有110护甲的重装骑兵，非常的可怕。然后加上他对步兵也有加成，是一个非常强悍的骑兵单位。然后这边刚刚有看到，他对远程攻击有加20%的抗性，所以像弓箭手或者是火枪兵要攻击他，伤害可能会比较低一点。这样子这个重装的骑兵造价昂贵，要小心使用。那这边最前面这边已经准备进入交战了，就是恐狼。恐狼呢，它的哑火能力很强，而且如果对方只是想说阻止恐狼，然后可能派非常低阶的，像是什么甲板水手队或者是奴隶属那种非常低阶的炮灰单位，不好说，搞不好恐狼都可以咬烂它哦。所以你真到阻止恐狼的话，建议还是要派稍微有一点战斗能力的，真的不要派非常炮灰的那种单位，那你只会真的是纯粹在送而已。然后我们来看到我方这边大部队，老样子就是最前面都是僵尸，不过这次带了一队精英版本的。精英版本的话，模组比较多，而且血量更多了，高达7700。那有护甲的，虽然说只有15，非常可怜，但是总比没有的好，而且它重点是它多了这个增加物理抗性加20%。你要想想看，这是造价200块的单位啊，身上还可以带物理抗性加20%，然后模组单位是100人口，100个模组，真难想象这个200块花的有多值得。然后我们这边继续看下去，荒坟守卫长戟版本带了2队，主要是针对对方的大型生物，如果对方有出什么大型的东西的话，毫不客气就戳下去就对了。这边这个木屑恶鬼怪物步兵，主要可以用来斩杀对方的步兵，而且它拥有非常高昂的破甲伤害，超过50，这个破甲伤害非常的高。不过要注意一点是，虽然说它会回血，但是它很怕火焰攻击。如果有火焰法术，或者是对方武器上面是附加火焰的话，打在他身上他会非常的想哭啊。那我们这边继续看下去，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不洁磁石，主要是有这个
补血以及士气加4这个功能。不要小看这个士气只有加4，多这4点其实差很多，真的差非常多。我之前是用别种的，没有加士气，然后今天使用之后发现这4点士气其实差非常多。然后还有加近战攻击、近战防御各加5点，然后还有每秒体力1%。其实这台车子真的很好用，而且它造价也不贵。虽然说幽冥引擎的烧血我觉得更好用啊，不过如果通常出幽冥引擎的话，太容易被针对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吸血鬼海盗，那带了旧炮2队，然后2队长管剑炮，总共带了4队炮兵。希望一开始是可以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但是对方竟然在拖动部队，那就很不妙啦。好，我们这边出了一队腐烂爆猛蟹枪械队版本，它是一个怪物步兵，算怪物步兵，因为它不是单体巨兽。那它主要就是第一个，它有远程的能力，虽然说它的射程只有90，并不算非常远，但也算是远程能力。而且它的不管是近战或者是远程，都有不错的破甲伤害。这边是稍微看一下，破甲高达72，那远程的破甲也是有16，也算是不错。那我们这边继续往下看，带了火枪，这个火枪手带了2队。那这种火枪部队呢，最喜欢的就是它有着不差的破甲伤害。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破甲伤害高达26点，这个非常的好。而且后面其实这边放了一队这个，在这边有放一队那个枪炮尸妖，也是骑乘腐烂爆猛蟹的，让它变成单体巨兽。我们这边继续看下去，有2队的斧枪长骑兵，那这边3队的甲板水手队，最基本的单位。那这边一队枪炮尸妖，那主要的要它就是提升远程单位的能力啊。不过很可惜，放的位置不是很好。这边基本上放在这边，它没有办法做事。那这边就是领主，这个骑乘腐烂爆猛蟹，那它也是普通的领主，不是传奇领主。那也是带着像是海妖触手大型的法术，然后还有这个可以召唤2次的召唤系魔法，可以召唤腐烂爆猛蟹。我很喜欢带这种法术。那像这个话就是提升命中率。好，我们来进入决斗吧。这次介绍的有点多啊，讲的有点太详细的感觉。那刚开始呢，吸血鬼第一波通常来讲可能是恐狼，因为恐狼可以做先锋部署，而且恐狼的移动速度也不差，所以通常要提防第一波就是恐狼，然后骑士第2波可能就是血宝骑士啊，或是比较便宜的黑骑士之类的。当然也有那个幽灵的骑士，也有可能。那现在在抓时机，现在一口气恐狼直接冲上来咬了火枪队，屁股被咬了一口，将近25%的血量就没了。然后咬了过后，这边放了一个法术，不过很可惜，基本上都是打在自己身上。我这一队僵尸是召唤出来的，骷髅战士是召唤出来，所以我无所谓，对我来讲其实是无损啊。那刚刚这个法术打了下来，基本上把自己的火枪打残了哦。那我这边血宝骑士冲了上来，去抓对方的炮兵单位，撞一下，赶快跑走。因为我看到对方的枪械队来了，腐烂爆猛蟹枪械队，尽量不要去跟他纠缠。那我们这边看一下，对方的领主站在非常前线位置，
仗着自己骑着腐烂暴猛蟹。不过他现在冲撞的是长戟兵，他被长戟兵打，那他的血量会扣得非常快哦。已经这边他的扣血速度非常恐怖，等等就会消失。好，我们这边刚好看到一口龙息吐了下来，这个火枪部队火枪兵基本上是没戏了哦。也看到他弹药量还是如此充裕，所以基本上他等于没做事。这队就是刚刚被自己法术砸到的那一只。好，我方领主持续要去支援别的地方，对方领主已经被长戟兵围剿死哦。这种单体巨兽就是最好不要去摸长戟兵啊，摸了你会哭出来的。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其他战场哦。啊，这个时候枪炮师要没有人去理他，因为其实他只要不要跟远程单位站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他不是很大的威胁，就不用理他。好，我们这边看一下，一套的背冲下来，然后对方士气也差不多了，准备燃烧了。不过我方的血宝骑士其实也非常危险啊，血量都不是非常的健康啊。对方的这个腐烂暴猛蟹也是追着打。血宝骑士最好是不要去跟他打，没什么胜算。然后我方造价又比他贵，所以打起来怎么样都是非常亏。不过这个时候被定到，被抓到，跑不掉。我们看一下领主要放什么法术下来。然后吐了一口龙息，但是没吐到什么东西，非常可惜，白白浪费一发龙息，位置没抓好。那我们这边把血宝骑士拉开哦，因为刚刚被这个对方的腐烂暴猛蟹纠缠，损失不少。啊，这边木屑恶鬼，哇，木屑恶鬼上来咬这个甲板水手队真的是很奢侈啊，没有去咬对方的英雄单位。然后血宝骑士受不了了，这边基本上是要沦陷了哦。这两队其实也差不多要没了。那对方的长戟兵过来，可能是想要攻击木屑恶鬼哦，因为深海护卫是长戟兵，他的血量还算不错。好，血宝骑士被戳，那血宝骑士这边就等一下就会直接蒸发掉了。我们看一下这边基本上只剩下木屑食尸鬼以及僵尸要攻击对方的这个深海护卫，其实是应该是蛮有机会的，不过应该会打很久，因为毕竟这一队食尸鬼血量所剩，士气所剩无几，等等就会烧血烧到死了。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正面对方所剩无几，基本上是大围殴的状态。好，我们看一下这边要吐一口龙息了吗？我记得还是吐完了，因为其实好像没有扣到多少血。这一场3口龙息都吐得不是很漂亮，蛮可惜的。那对方这边还有腐烂暴猛蟹持续在攻击哦。那我方这边几乎是僵尸比较多。我们看一下，哦，腐烂暴猛蟹打地狱龙，更正，腐烂暴猛蟹打僵尸龙。我们看一下，哇，其实打起来没有到特别有优势的感觉，就是没有说伤害会多非常多。好，我这边召唤了一队来助阵的僵尸，对方这时候想趁机逃跑，这时候我方的运尸车也过来帮忙了哦，势必要把对方的英雄单位抓死。好，这个时候看到他士气见底哦，这个时候他是在烧血。不死族基本上只要看到士气见底，通常就不用管他了，因为士气见底通常可以烧得死。
除非这时候对方有魔法术，不像是这样子把士气给拉回来，那就很麻烦。不然通常来讲到看到士气见底的不死族，你可以放生他，你可以专心去打其他东西，不要被他牵制住。然后这边在持续不断的咬他的屁股，因为英雄单位只要这种状况下，只要英雄单位一死，非常快速会造成那个士气的连锁破坏。好，我们看一下、哦、这边他一死，有没有看到？这边很快就没了。我们看一下这边，他这2队斩杀了非常多，不过原则上讲应该都是打在僵尸身上啊，因为僵尸其实数量非常庞大，真的非常多。那可能也有打在恐狼身上，我猜的。那刚开始部署了非常多的炮兵，结果基本上完全没作为，没有打到什么东西，那就非常可惜。主要就是打吸血鬼花，通常遇到第一波可能是恐狼或者是大小蝙蝠，大蝙蝠应该比较不太可能，因为大蝙蝠造价昂贵，如果第一波这样冲出去，很快就送掉了。大蝙蝠我比较不建议，就是在第一波冲锋的时候就直接往前冲，因为大蝙蝠通常给我感觉就是有去无回，去过去冲出去，你一定要换掉东西，因为它的血量跟那个护甲真的太薄了，它太容易被击杀，所以你冲出去跟对方换，你一定要换到一些好东西。像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最好是可能可以把对方英雄单位血量换掉50%以上，那我觉得大蝙蝠一队就算是有做事了。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内容啊。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赞，并且分享出去。我是那个大叔，我们下次再见，拜拜。